一架 F-35戰鬥機價值近1億美元。那麼，保護這台天價戰爭機器的最好方法是什麼？答案你絕對想不到。這個最佳方法不是再造一架更強、更貴的隱形戰機，也不是研發更先進的導彈，而是一個忠誠、智能且注定要被犧牲的 AI 夥伴，它就是 MQ-28 幽靈蝙蝠。那麼，這個看似瘋狂的犧牲戰術，為何會誕生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亞？它究竟掌握着什麼樣的黑科技，能讓一架無人機獨立思考，甚至被授權自主開火？最重要的是，這只澳洲的幽靈又是如何為一場由上千架 AI 殺手主導的未来空戰揭開了致命的序幕？現在就讓我們從它的起源開始，揭開它背後隱藏的秘密。美國波音公司可以說是全球頂尖的軍工巨頭之一，但在它遍布世界的商業版圖裡，有一個在澳大利亞的分部，它卻一直扮演着一個不太起眼的角色，就像家族裡的遠房親戚。他的主要工作簡單來說就是當好金牌銷售和售后客服，負責把美國總部的好東西賣給澳大利亞軍隊，然後再幫着做做保養、修修補補。可這家分公司的工程師們骨子裡總有點不安分，他們不光想當個高級修理工，更想自己動手搞點創造，从給 FA-18F 超級大黄蜂加裝更厲害的電子戰設備，到幫 P-8A 反潛機開發一套獨門軟件。他們一次次地向總部證明，我們這幫澳洲人不只會擰螺絲，我們也會搞研發。這股想搞事的勁頭正好撞上了澳大利亞政府的一樁心病。澳大利亞這個國家，你看地圖就知道，自己一個國家就占了一整個大陸，孤零零地飄在海上，這就帶來了一個很現實的國防問題。澳大利亞這個地方太大，空軍不夠用。他們買的 F-35戰鬥機確實很猛，但價格也真是感人，就那麼幾十架，想把整個澳大利亞的天空都砍住，簡直是天方夜譚。一架 F-35再厲害，也不能像孫悟空一樣拔根汗毛就变出分身來。這種人手不夠的焦慮，一直讓澳大利亞的將軍們頭疼不已。更讓他們覺得有點沒面子的是另一件事：從上世紀60年代到現在，整整50多年，澳大利亞就沒能自己從頭到尾搞出過一架軍用飛機，這就有點尷尬了，好像一個汽車大國，自己卻造不出好車一樣。為了解決這個困境，波音澳大利亞公司啟動了空中力量組隊系統項目。而它的成果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MQ-28。這是一款機長11.7米的無人作戰飛機，擁有超過3700公里的驚人航程，足以跟上主力戰鬥機的作戰半徑。為了在危險的現代空域中生存，它的外形採用了低可探測性設計，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隱身能力。但所有這些設計都為了一個核心理念：協同作戰。大概意思就是，它不是一個單打獨鬥的英雄，它的設計初衷就是跟着 F-35這種主力戰鬥機，當一個超級聰明的僚機，專門負責組隊大配合。那麼該給這樣一個天生愛組隊的飛機起個什麼樣的名字呢？澳大利亞人覺得總不能學美國一樣叫什麼猛禽、閃電的，一定要帶有他們自己的特色。因此他們決定要給它起一個純正的澳洲名字。巧的是，在澳大利亞的野生動物中就有一個完美的代言人，一種叫幽靈蝙蝠的动物。這種蝙蝠最出名的就是它的團隊合作精神，它從不單幹，總是一群一起上，靠着默契的配合去捕獵那些比自己更強大的目標。這不就是 MQ-28 的設計理念嗎？一架是為了協同作戰而生的飛機和一種天生就懂集體狩獵的動物，簡直是絕配。於是 MQ-28 幽靈蝙蝠的誕生，不僅是波音澳大利亞公司從一個金牌客服到頂尖創造者的華麗變身，更是澳大利亞在沉默了半個世紀之後向全世界秀出的最硬核的軍事力量。他們的核心戰術思想很簡單：我們的王牌飞行員雖然少，但我们未來的幽靈蝙蝠可以有很多。當然，光有數量還遠遠不夠，要想讓這群幽靈蝙蝠真正成為 F-35身邊的頂級捕食者，而不是一群笨拙的飛行靶子，那麼 MQ-28 在執行任務中必須有屬於它的優勢之處。因此，我們先來看看它的飛行性能。MQ-28 裝備了一台經過優化的商用涡扇發動機，這讓它具備了戰鬥機般的性能，確保它能在大規模機動中緊緊跟上 F-35等高速夥伴的步伐。同時，它超過3700公里的驚人航程，也意味着它有足夠的續航能力，在廣闊的印太地區執行長時間的護航和監視任務。然而，能飛得快、飛得遠，對一個中程僚機來說，僅僅是拿到了入場券。真正讓它配得上幽靈這個稱號的是它的智能核心系統。MQ-28 擁有一套高度自主的人工智能和一個為這個 AI 量身定做的非常巧妙的機身設計。首先，它的身體就像一個現實版的百變金剛。MQ-28 最酷的設計就是它整個長達 2.6 米的機頭，可以像樂高積木一樣整個拆下來換掉。這是什麼意思呢？比如今天要去執行偵察任務，
那就給他安一個裝滿了高清攝像頭和傳感器的偵察頭。明天要去干擾敵人的雷達，那就換上一個電子戰頭。如果準備要打架了，那就再換上一個帶着火控系統的攻擊頭。整個過程，地勤人員在幾個小時內就能搞定。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部會飛的智能手機。飛機本身就是那部手機，而不同的機頭就是可以隨時安裝和卸載的軟件，需要什麼功能就換什麼軟件，非常靈活。其次是它完全不同的指揮方式。MQ-28不是由地面上的人來控制的，真正指揮它的是与它一同在空中飛行的 F-35飛行員。但飛行員的角色並不是一個駕駛員，他更像是一個戰場指揮官。通過座艙裡的一塊平板式屏幕，飛行員會給 MQ-28下達一個任務指令，比如偵察前方指定空域，或者對該區域的敵方防空系統進行壓制。指令一旦下達，飛行員就可以將複雜的執行過程完全交給 AI。MQ-28會自主規劃航線，規避威脅，完成任務，最後再自行返航。這種模式就是下達任務，而不是遙控飛行。它的核心就是將人類飛行員從繁瑣的高壓的飛行操作中解放出來，讓他們能夠集中精力思考和指揮整個戰局。最後也是最關鍵最厲害的一點，它被授予自主開火權。聽到這個，你可能馬上會想到電影裡的終結者，擔心機器人會失控。但它其實不是那樣的，它的工作方式更像是人類飛行員負責提前立規矩，飛行員會給 AI 設定好交戰規則。比如，如果你看到這種類型的敵機，並且它做出了有威脅的動作，你就被授權可以攻擊它。簡單說，就是人類負責立法， AI 負責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高效執法。這麼做的目的很明確，未來的空戰中，戰機的速度太快了，電光火石之間，人類的反應速度可能跟不上，而 AI 可以在0點幾秒內就做出最準確的判斷和反應。正是這些革命性的設計，讓 MQ-28不再是一個簡單的無人機，而是一個真正擁有獨立思考和攻擊能力的超級僚機。然而，在軍事領域，紙面上的參數和模擬中的表現，永遠需要一次真刀真槍的畢業考試來證明。儘管幽靈蝙蝠在之前的測試中已經證明自己是一個合格的僚機，能自主起降，能編隊飛行，但全世界的目光始終聚焦於一個更關鍵的問題：他說自己能攻擊，那他到底敢不敢開火？根據最新公開的消息，他們即將在澳大利亞的伍莫拉實驗場用 MQ-28揭曉這個問題的答案。這次測試的意義可不是一次簡單的打靶，它更代表了未來 AI 能否代替人類在空中作戰。因此，當那枚 AIM-120 先進中程空对空導彈從它的內部彈艙發射並飛向目標時，它所驗證的將是由 AI 驅動的整條殺傷鏈，從探測、識別、鎖定到最終做出攻擊決策。在這每一個環節中，所有行動都將在沒有人類實時干預的情況下，由機器自主完成。這次發射將向所有潛在的對手發出一道明確的信號：未來與 F-35在空中對抗，你所面對的將不再只是一名人類飞行員，而是一個由人類指揮官領導的高效協同的人機戰鬥機群。那麼，這個戰鬥機群在實戰中將如何運作？我們可以推演這樣一場未來的空戰。在這個小組內部，分工明確，各司其職。首先，飛在最前面的2架戰機扮演着前沿哨兵的角色，他們搭載着最先進的偵察模塊，負責為整個團隊構建戰場態勢圖。他們收集到的所有情報都會被融合處理，然後通過數據鏈實時發送給後方的 F-35指揮官。與此同時，另一架 MQ-28 則擔任電子戰護衛，他的任務是為團隊提供電磁掩護。一旦探測到敵方雷達，他會立刻進行干擾或欺騙，壓制對手的防空系統，為整個團隊創造安全的行動窗口。而團隊中負責射手的 MQ-28 則攜帶空對空導彈，時刻準備發動攻擊。他會根據哨兵共享的目標數據，並在 F-35飛行員預設的交戰規則框架下，由其機載 AI 自主判斷威脅，規劃攻擊，並在最佳時機發射武器。在這場協同作戰中，幽靈蝙蝠們為人類指揮官承擔了絕大部分的風險。他們不僅證明自己是可消耗的，更證明了自己是有能力的。這種全新的作戰模式將從根本上改變未來空戰的力量平衡。而他的成功也自然吸引了全世界最挑剔的目光。這個世界上對一款新武器最高的認可，往往不是來自媒體的讚譽，也不是來自軍火訂單的數量，而是來自美國五角大樓的戰略參考。MQ-28幽靈蝙蝠所獲得的正是來自權威的終極認可。因為當澳大利亞還在為 MQ-28的成功試飛而慶祝時，美國空軍已經有了一個更龐大、更野心勃勃的計劃，叫協同作戰飛機。這個計劃的目標簡單粗暴，為美軍現有的 F-35和未來的6代機採購一支超過1000架無人僚機組成的 AI 保鏢大軍。你可以這麼理解，澳大利亞的 MQ-28就像是那個第一個吃螃蟹的勇士，他用實際行動證明了中程僚機這個想法是靠譜的。
而美國的 CCA 計劃就是準備把這個成功的螃蟹食譜直接升級成一場1000人規模的海鮮盛宴，讓全軍都享受到這種新戰法帶來的紅利。為了給這場即將到來的盛宴證明，就在全世界還在爭論無人機到底能不能當主力的時候，美國空軍做了一件讓整個圈子都震動的事，他們正式把自己最新的 CCA 原型機命名為了 F 系列，也就是戰鬥機的編號。這是什麼概念呢？在美國空軍的命名體系裡， F 這個字母一直以來都是頂級空中格鬥平台的專屬代號，象徵着 F-15、F-22、F-35 這樣的王牌。現在這個榮譽頭衔第一次被授予了一款無人駕駛的飛機，這個決定等於是在向全世界宣告，無人機不再是只能幹雜活的配角了，它現在是能和有人戰鬥機平起平坐的主角。美國為什麼敢這麼幹？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 MQ-28 幽靈蝙蝠已經替他們把最難走的路給探了一遍。MQ-28 的成功實實在在地向美國證明了一個高度智能化的無人平台，它的作戰能力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無人機的範疇，它完全有資格成為一名真正的戰鬥機。所以與其說 MQ-28 是什麼精神導師，不如说它是一個開路先鋒。它用自己的成功為美國的無人機大軍掃清了技術和概念上的障礙，給了美國軍事方面十足的底氣，去全力推進他們那場規模空前的无人戰爭革命。當然，我們也要客觀地看到，作為一款開創性的武器，幽靈蝙蝠也並非完美，它同樣面臨着一些現實的挑戰。首先就是它的大小限制， MQ-28 不是 F-35， 它没那麼大，所以肚子裡的空間很有限，這意味着它帶不了太多導彈，甚至可能必須要用專門定制的小號導彈。所以它的工作不是跟人硬碰硬，而是靠腦子和团隊合作來取勝。其次是錢的問題，都說它便宜，但這就像批發東西，你必須買得多，單價才能降下來。如果一個國家就買那麼幾十架，那每一架的價格還是會很貴。真到了戰場上，指揮官可能就捨不得把它當成一次性的消耗品來用了。但最大的問題不是技術，也不是錢，而是信不信得過和有沒有真幹過。我們知道 MQ-28 已經證明了它能找到目標，能鎖定目標，但最關鍵的那一步是用一枚真正的導彈去打下一個真正的空中目標。這件事它還沒有完成，這是它成為一個真正殺手前必須通過的最後一場考試。更重要的是，讓 AI 自己決定要不要開火，這件事本身就是個巨大的爭議。它雖然解決了在未來超高速空戰裡人可能反應不過來的問題，但讓全世界很多人感到不安，並且為此吵得不可開交。好了，關於 MQ-28 幽靈蝙蝠的故事就到這裡了。它從一個南半球國家的工業雄心演變為一個能夠自主思考的 AI 僚機，並最終成為了全球無人戰爭的探路先鋒。可以說 MQ-28 的誕生不僅僅是一款新飛機的問世，它更是一個新時代的序章。那麼大家覺得，當幽靈蝙蝠這樣擁有自主開火權的 AI 僚機被大規模部署後，未來的戰爭會變得更可控還是更危險？除此之外，你還知道哪些正在研发中的可能會改變未來空戰規則的中程僚機項目？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咱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我們頻道一直在聊真實的軍事資訊和武器裝備，後台也經常有朋友問，有沒有值得推薦的入門級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觸到的產品。首先，它的外形還原度做得相當不錯，比例準確，武器上的一些關鍵細節和標識也都有體現，材質也說得過去，打在手上有不錯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備一定的可動性，對於理解基礎操作原理有一定幫助，讓它不僅是個靜態擺件。綜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來看，價格確實比較親民。對於想入門模型收藏，或者單純想在桌上貼一個擺件的朋友來說，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選擇。商品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